行踪不明。对，我们的飞机坠落在山上了，拜托你们帮帮我。有生存者哦。有生存者。欢迎来到海队，我是台湾妞，我是喜娜。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社会事件。今天要讲的事件呢，是发生在1993年的飞机事件。有一对兄妹呢，他们住在仁川，哥哥是8岁，妹妹6岁。哥哥上小学第一次放暑假，时间是发生在7月底，梅雨季节。这对兄妹就很兴奋嘛，因为他们第一次放暑假了。爸爸就安排了他们要去奶奶家玩。奶奶家是住在木浦，就是在南边嘛。仁川到木浦的距离就是一个北一个南，算是还蛮遥远的一个距离。爸爸就决定说，让他们搭飞机去好了，这样比较快。妈妈就带着这对兄妹上了韩亚航班733飞机。本来应该要到达的时间呢，突然爸爸的办公室来了一通电话，是他的大嫂。你有听到广播现在紧急发出的新闻吗？发生什么事了？他就开了广播，新闻速报：韩亚航空金浦到木浦的这段班机目前行踪不明。行踪不明。对，这一台733班机一路上都有跟塔台联系，现在我们要降落啦，现在是什么什么状况等等的。一直到下午3点37分的时候呢，准备下降之前，还有跟木浦这边塔台联系说天气状况怎么样，现在适不适合下降等等，都有黑盒子的记录。但是呢，3点41分的时候，塔台就重新呼叫733班机，你现在位置在哪里？请告知我们你的位置。就没有声音了，没有回应。塔台的雷达也侦测不到733班机。不妙欸。733班机总共104位乘客，机长跟机组员总共6名，总共110位在这台飞机上嘛。飞机突然消失了，所以政府当时就紧急赶快出动救援。此时呢，在全罗南道海南郡的这个小村庄，离木浦很近。突然呢，有村民发现说远方有一个全身是血的年轻的男子走过来，他就跟村民说，我们的飞机坠落在山上了，拜托你们帮帮我。有生存者哦。有生存者。村民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紧张嘛，就赶快通知里长，里长就赶快广播，各位居民，现在韩亚航空的飞机失事在我们村庄的某一座山上，大家赶快出来帮忙。住在小村庄的都是阿公阿妈，他们就真的很认真的打包救援的东西，然后去山上要找人去帮忙。上站会不会就花了1个小时？对，他们是在深山里面，但是这阿公阿妈帮了很多忙。上山的时候呢，他们就闻到很浓的机油味，所有的人大叫说不可以开打火机，千万不能抽烟哦，就一路的很有警觉意识。对，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发现飞机那个残骸已经是破烂不堪，然后到处都是罹难者。那些阿公阿嬷到现场，到处都听到声音说请救救我们，还有妈妈们呼喊说可不可以帮帮我的孩子。这边有一段现场救援画面，附近驻点的军人就很快的到达现场要帮忙。伤势比较不严重的小朋友们，那些阿公阿嬷他们背着下山的。哇，飞机失事是在山上嘛，所以车子要到现场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他们都是徒步在救人的。119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晚上，可飞机失事是3点多嘛，到晚上这一段时间是黄金救援时期，军人跟居民们他们努力的帮忙救人，总共救出了40多名的乘客。居民们也有说呢，他们有听到救难者的声音，可是也有来不及救，就在过程当中死亡的也很多。那刚刚一开始有提到住在仁川这对兄妹嘛，爸爸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之后，就紧急的要赶到木浦的现场。路上的时候不停的听到广播嘛，幸好呢他们家人都还活着，就是这一对兄妹跟他的老婆。最后死亡的人数总共是68名，生存的人是48名。飞机失事还有生还者，算是蛮难得见到的。这边有一段兄妹的妈妈专访的画面，我的记忆有记得说空服员叫我们赶快系好安全带，下一秒我们就躺在山上了，然后就全身都是伤势，然后四周都是哭喊的声音。我唯一有印象就是有一个很大声的声音说不要开打火机，不要抽烟。我就撑到兄妹被救出之后，我就失去意识了。听起来发生的很瞬间。对，那有很幸运的被救出的，也有没有被救出的一些罹难者嘛。那罹难者的家属他们就是在现场哭天喊地，是这个我没有招魂意识这种东西，好像没有对，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次坠机意外呢？Left my doubts at home tonight. Me confidence can't come and take a bite. My skin, my hair, they shine so b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it feels so right. Careless, fearless, standing tall. Limitless and powerful. Stronger than I've been before. I'm here to hit the dance floor. Babe, don't know it took some time for me to feel
wedding dress on. You know it, no one's gonna stop my dancing feet. I'm on it, iconic, got my body moving to the beat. 泡泡恰恰已经在台湾、韩国各通路上市喽。 No one's gonna stop my dancing feet. I'm on 详情请看下方资讯栏。 it, all I know is I just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次的坠机意外呢？飞机失事的这个地点它叫做云谷山，紧邻着木浦机场。733班机呢，它其实有试图降落2次，飞机它其实应该是要越过这座山然后降落的。降落的时候呢，每次都在接近机场的时候又重新往上飞。飞机界有一个术语叫做 go around， 就是重飞的意思。飞机要接触地面前又重新再拉起的话，他们就是要试图重新降落重飞。当时呢，因为梅雨季节，视野非常的差，就是下大雨，能见度非常低。733班机它在第3次要试图降落的时候，其实看不太到，以为它已经过了云谷山。但是它其实是没有过，它还在这个云谷山上方降落，就刚好直着撞到那个山上。那这样子真的死亡很少人，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安全，所以连 Mayday 都来不及。事故调查当时结果发表是说呢，是这个机师的失误，机师误判嘛。机师有生还吗？机师没有生还。这个机师呢是还蛮资深的机师，他总共飞行时数是8000小时，所以等于他来回过这个机场非常多次。为什么这么资深的机师会有这样的失误呢？其实这个木浦机场它原本是军用的机场，它不是民营用的，它是在当下那个1年前才改为民营用。木浦机场它的航道是1500公尺，宽30公尺，算是一个很狭长的航道，非常的窄。当时这个波音737-5000这个机型，它最适合的降落距离是1417公尺，很接近，刚刚好对，很刚刚好，完全不能有任何误差的状况。而且呢，这个航道只比飞机整体宽1.1公尺，完全就是一个很紧，你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发挥的状况。而且呢，当时没有 ILS 装置，仪表着陆系统，俗称盲降系统，现在都有这种降落导引系统，可是当时是没有这样的系统，所以就真的是需要塔台跟飞机机师的专业技术去引导它下降。那为什么当时木浦机场没有装这个系统呢？是因为木浦机场周边非常多的山，包含这是失事的云谷山，它会影响雷达侦测，所以它没有装这个系统。能见度这么低，然后又降落了2次都失败，为什么不改飞其他的地点，或者是再返回原航线呢？有资深的机师的说法是说呢，如果你改降或者是你返回原机场的话，很有可能会遭到乘客抱怨嘛。再加上这样子的过失的话，航空公司一定是要赔钱的嘛。公司的立场不是他乐见的状况，所以这个机师他有可能就是硬盯着要再试看看，才导致这样子的失误。而且呢，当时各家航空公司他们都在比说，我们家的航空公司的时间比较准时，可以准时的起降。又因为当时经济起飞，所以航空需求量非常大，每个机师基本上他们的 schedule 都非常的满。你如果一有小小的 delay 怎么样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后面的作业。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种种的状况，才导致这个机师他最后决定要这样子硬飞。那为什么会讲这个事件呢？这个事件之后，韩国航空界这边他们就制定了安全驾驶系统，包含说呢，机师他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后来有制定一个安全的规定，木浦机场后来呢也停用了。航道其实基本上就是有点危险的状况。现在又是军用的状况，就是没有民营用的飞机。难怪我没有听过人家。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飞机失事事件。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gher Day， 开启小铃铛。我是台湾妞，我是喜娜，拜拜拜拜。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木浦机场失事事件。失事。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好。